这台只要699元的小主机，打动我的地方有3点：一是有咱们的好朋友双 2.5G 英特尔 i26-V 网口；二是显示接口特别齐全 ，HDMI、DP、Type-C 都有，而且全部后置；三是这个 Type-C 接口是全功能的，可以用 PD 电源供电，在低价位段的低功耗小主机里是非常罕见的。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 CPU N100 的低功耗迷你主机 HEDY 7喜 S10。这张表格里的 CPU 大部分都已经测试过了， N100 是我们今年测试过最多的低功耗 CPU， 也是目前正在售卖的低功耗新品中价格最低的。599元的单网口，699元的双网口，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呢？愿意为第二网口多付100元吗？ HEDY 7喜 S10， 它装置了英特尔 N100 低功耗 CPU， 适合4线程 24EU 的英特尔 UHD 核显， DDR4 单通道内存， PCIe 3.0 的 NVMe 接口，3屏后置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特殊的SATA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块电源12伏3安，一共36瓦功率。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塑料机身，机身接口，前面板、耳麦口，4个 USB 3.2A 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USB 2.0 接口， USB 3.2A 口，双 2.5G 网络接口， DP 1.4 接口， HDMI 2.0 接口，全功能 Type-C 接口，12伏电源接口。侧面板 TF 卡插槽，取下4颗底部螺丝，从这里撬开，看看内部接口，单 DDR4 内存插槽，最高3200兆赫兹，2280的 PCIe 3.0 NVMe SSD， 取下 NVMe 可以看见板载无线网卡，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 SATA 接口，可以把一个 2.5 寸的 SATA SSD 装在后盖板上。CPU-Z 多线程 1310.6， 单线程 380.1， 和我们测试过的多款 N100 小主机相比，成绩差不多，是最好的那一档。Geekbench 5多核2769，单核1011，新的 N100 第二梯队领头羊。Geekbench 6多核3147，单核1234，比 G2 N100 差一点，和 G3 差不多。Cinebench 223多核2813，单核946，多核成绩稍稍低了一点。Passmark 多线程6078，单线程2068，跑上了6000分，非常不错的成绩。N100 真的相比上一代产品强很多啊！综合上面的比较 ，S10 N100 在所有的 N100 产品中还算是很不错的。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417697， CPU 得分176,819。我们还给 N100 运行 OpenDB 测试 ，AES 557,507。X20 290,854， Quadmark 99109， Quadmark 接近了10万分，也不错啊。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开始14瓦后面稳定在12瓦，整机功耗24到22瓦左右， CPU 有效频率 2.7G， 我们一直单烤了超过50分钟， CPU 功耗保持在12瓦， CPU 温度没有超过66度， SSD 温度没有超过47度，真低啊。我们来玩游戏，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最低60多帧，还行啊。低功耗小主机能玩这个游戏也算不错的。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YCbCr 420的压缩信号， DP 和 Type-C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8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DP 和 Type-C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赫兹的8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 HDMI 接口输出 4K 60赫兹8位 YCbCr 420压缩信号。接着我们看看英特尔 UHD 核显的相对强项视频解码，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流畅播放。PCIe 3.0 NVMe X2 1700多兆 B X2 的速度就这样了。WiFi 测试英特尔 X101 WiFi 6无线网卡只跑上了430多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最低的水平。2.5G 网卡我们使用了 F2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HEDY 7系 S10 装置了低功耗 N100 CPU， 在 Windows 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 下待机功耗 10.2 到 10.5 瓦， CPU-Z 最高功耗 21.80 瓦，单核满载功耗20瓦， Geekbench 5最高功耗 27.22 瓦， Geekbench 6最高功耗 26.58 瓦， Cinebench R23 最高功耗 25.95 瓦， Passmark 最高功耗 26.54 瓦，娱乐大师最高功耗 28.14 瓦， Cinebench 2024最高功耗 25.66 瓦。室温24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40度， SSD 待机温度45度， FPU 单烤的噪声接近55分贝，收回在耳边42分贝。 HEDY 7系 S10 N100 12瓦功耗释放，性能发挥算是不错的。 PCIe 3.0 NVMe 是 X2， 虽然没有满血，但比 SATA 和 X1 还是要好的。小主机的厚度也很容易放下一块 2.5 寸的 SSD。 双网口3显示输出，接口兼容性完美，而且699元对于双网口低功耗小主机来说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总结一下，7系 S10 N100 以出厂12瓦的性能释放，表现和其他 N100 的小主机相比差不多，散热优秀，静音稳定，接口方面值得大夸。这可能是低功耗商业小主机中拥有最完美的外置接口的型号。双 2.5G 3个各不同的显示接口，而且全部都后置，方便了用户的使用。最关键的是 Type-C 接口可以使用 PD 电源接入，这在低功耗小主机，特别是在低价位段的低功耗小主机中十分罕见。这样优秀的小主机只要699元，它值得我们推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